重磅消息，美军在印度洋地区开始大规模集结，目前已经有5架 B-2 隐形轰炸机、7架 C-17 战略运输机、12架 F-35A 隐身战机、18架美空军的 KC-135 加油机，再加上卡尔文森号和杜鲁门号2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数万名美军士兵，已经具备摧毁一个中小型国家的能力了。那么美军此次集结到底是要做什么？在浩瀚的印度洋上，迭戈加西亚岛犹如一颗深蓝色棋盘上的关键棋子，静谧地镶嵌在这片广阔的海洋之中。这座看似普通的岛屿，实则蕴藏着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其历史轨迹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经历多方势力的角逐和更迭，最终成为美国在印度洋上的一处至关重要的军事要塞。从地理维度审视，迭戈加西亚岛居于印度洋腹地，是连接中东、非洲与亚洲的战略枢纽，其在现代军事行动中的地位尤为凸显。该岛恰好位于国际海运大三角的几何中心，其独特的双外形天然深水港能够同时停靠核动力航空母舰和战略核潜艇。岛上布局完善的 3.6 公里长跑道网络，足以支持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的起降。这种综合性的军事设施配置，赋予该基地72小时内向全球任何地点投送兵力的强大能力。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中，该基地起飞的 B-52 轰炸机群对伊拉克实施了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而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该基地日军保障150架次军用飞机的起降，成为了跨战区作战的关键中枢。回溯历史，迭戈加西亚基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该基地起飞的战机和运输机为美军的军事部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而如今，美军在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的大规模集结行动再次引起了全球的关注。美国动力网站3月25号报道，根据卫星照片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3架 C-17 战略运输机和10架空中加油机赶赴迭戈加西亚基地。同时，航空广播频道显示，呼号为 Pitch-11 和 Pitch-14 的2架 B-2 轰炸机机组人员与澳大利亚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了交流。其中 Pitch-11 的机组成员在交谈中透露，还有第3架 B-2 轰炸机同行，他们正在从美国本土向西的长途飞行过程中，并于澳大利亚上空进行空中加油。此外，呼号 Pitch-13 的第4架 B-2 轰炸机因为出现紧急情况，临时降落在了夏威夷西卡姆空军基地。根据最新的空中交通管制记录，25号数架呼号为ABBA 的 B-2 轰炸机也从美国本土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前往迭戈加西亚。美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战略司令部和下属单位通常和其他作战部队和美国政府机构协调全球行动，以阻止、检测并在必要时挫败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攻击。为保证任务安全，我们不讨论有关演习或行动的详细信息。英国防务周刊网站25号也注意到，开源情报显示，至少有5架 B-2 隐形轰炸机和7架 C-17 战略运输机已经抵达迭戈加西亚，或者正在前往该基地的途中。最初报告显示，至少18架美空军的 KC-135 加油机向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丹尼尔井上国际机场和安德森空军基地集结。报道称，多个美军基地同时出现如此多的加油机，说明美军正在预先协调空中加油能力。此举往往是发动大规模攻击之前的必要步骤。许多加油机已经从关岛转移到了迭戈加西亚，部分的 B-2 隐形轰炸机也从怀特曼基地前往迭戈加西亚的途中被发现。与此同时，大量的 C-17 已经抵达迭戈加西亚。飞行跟踪数据显示，过去3天至少有7架 C-17 降落在该基地，表明为支持轰炸机部署，提前运送了大批人员、补给和可能的弹药。报道称，这些空中调动的规模不同寻常，很可能是在为一次重大的空中行动做准备。与以往的军事行动相比，这次集结的规模和力度都堪称罕见，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动向，不禁让人发问：美军在迭戈加西亚基地如此兴师动众，究竟意欲何为？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和军事考量呢？迭戈加西亚岛的地理位置可谓是独具天成，它坐落于印度洋的中心地带，宛如一座天然的军事堡垒。从卫星图像中清晰可见，其周边海域辽阔无垠，为大型舰艇和飞机的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基地设施完善先进，配备了现代化跑道、机库及港口，充分满足各类战机和舰艇的停靠与维护需求。该基地的战略辐射范围极其广泛，向东可有效覆盖印太战略区域，向西可辐射至中东地区。在历史军事案例中，战略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从迭戈加西亚基地起飞的战机能够迅速抵达中东战场，为作战行动提供强有力的空中支援。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完备的设施，使它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成为了美军在印度洋上至关重要的军事枢纽。在冷战时期，迭戈加西亚基地就已经成为美军遏制苏联势力的重要前沿阵地。到了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它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湾战争中，大量的战机和物资从这里运往中东，为美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在阿富汗战争中，该基地同样承担着重要的运输和作战任务。与历史行动相比，当前的 B-2轰炸机的调动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点。相似的是，都是为了应对特定地区的空中局势，加强军事存在。不同的是，这次 B-2轰炸机的集结规模更大，且携带有巨大破坏力的 GBU-57钻地弹，这表明美军这次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是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威慑力，目标或许不仅仅是表面的军事行动，还可能涉及到对地下设施的摧毁。此次 B-2轰炸机的跨洋集结细节令人瞩目。根据美媒报道，从数量上看，至少5架的 B-2隐形轰炸机已经抵达或者正在前往迭戈加西亚。这些轰炸机的呼号也被曝光，比如 Pitch-11、14、13等。其中 Pitch-13的一架 B-2轰炸机还因为紧急情况临时降落在了夏威夷的西卡姆空军基地。在战略调动过程中，空中加油机的配合至关重要。卫星图像显示，过去48小时内至少有10架的加油机紧急驰援迭戈加西亚基地，为 B-2轰炸机的远程航行提供必要的保障。空中交通管制记录也证实，25号另有数架的 B-2轰炸机以 ABBA 的呼号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目标直指迭戈加西亚，期间必然是得到了空中加油机的全程支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B-2轰炸机所搭载的 GBU-57巨型钻地弹具备极高的战术价值。该弹重达3万磅，能够有效穿透严密的防空系统，对地下坚固设施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当前的战略形势下，这意味着美军拥有了对深藏地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无论是军事指挥中心、弹药库，还是其他关键战略设施，都将处于其打击范围内。这种强大的打击能力无疑显著提升了美军的战略威慑力，也迫使潜在对手重新审视其防御部署。此外，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与轰炸机部队的协同部署，充分展示了美军在红海和印度洋的联合行动模式。航空母舰打击群具备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能够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对陆打击等多维度的作战支援。而 B-2轰炸机凭借其卓越的隐身性和强大的打击能力，成为对敌方战略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的利器。在作战协同逻辑上，航母舰队打击群可以在红海海域执行巡逻及警戒任务，有效控制海上通道，为轰炸机部队提供海上支援与掩护。同时，航母上的舰载机也可以对周边海域及陆地目标进行侦察与打击，拓展作战半径。反观 B-2轰炸机，则可以从迭戈加西亚基地起飞，对中东地区的关键战略目标实施远程精准打击，两者相互配合，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化作战体系。
这种联合行动模式不仅显著提升了美军的作战效能，更强化了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通过在红海和印度洋的协同作战，美军能够有效地应对区域局势的动态变化，对潜在对手形成强有力的战略威慑。当地时间3月25号夜间，美军对也门北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萨达省实施了2次空袭。此次空袭行动与美军在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部署的 B-2 轰炸机密切相关。胡塞武装长期以来凭借地下设施进行军事活动，这些地下掩体不仅可以储存武器弹药，还能作为指挥中心和人员的隐蔽场所，增强其在美军打击下的生存能力。B-2 轰炸机携带的 GBU-57钻地弹为美军打击胡塞武装的地下设施提供了有力手段。这种炸弹能够突破密集的防空系统，对目标造成巨大破坏。从迭戈加西亚基地起飞的 B-2 轰炸机可以凭借其隐身性和远程打击能力，避开胡塞武装的防空监测，对其地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通过摧毁这些地下设施，美军可以削弱胡塞武装的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从而在中东地区重新掌握军事主动权。这也是美军空袭升级的重要逻辑。GBU-57钻地弹是美军手中的一款强大武器，重达3万磅，能够穿透厚达60米的钢筋混凝土，对地下目标具有极强破坏力。伊朗的军事设施大多是建设在地下，以防止外部的军事打击。然而 GBU-57钻地弹的出现，使这些地下设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曾表示，美国寻求以全世界都能看到的方式彻底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结合当前美军在迭戈加西亚的部署多架携带 GBU-57钻地弹的 B-2 轰炸机情况来看，美军对伊朗地下设施实施掩体破坏，这种打击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一旦美军发动此类打击，将对伊朗的计划造成严重破坏，同时也会引发中东地区局势的进一步动荡。但这种行动呢，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包括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伊朗可能的反击。鉴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在中东局势中采取的中立立场，美国在军事基地选址上进行了审慎评估。这些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地区稳定的考量，不愿因美国的军事行动而卷入和胡塞武装或伊朗的潜在冲突。因此，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建立大规模军事集结地，对美军而言面临诸多限制。相比之下，迭戈加西亚基地展现出显著的战略优势。该基地远离胡塞武装和伊朗现有导弹及无人机射程范围，具备更高安全性，有效规避了中东基地容易受攻击的风险，同时也避免了在中东地区驻军可能引发的一系列敏感性问题。然而，迭戈加西亚基地距离中东目标较远，作战响应时间长，物资运输成本高，这些是其固有的局限性。综合而言，美国在迭戈加西亚空军基地的战略部署旨在确保该地区的有效军事存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此举是对地区安全格局的必要调整，旨在维护地区稳定，而非破坏原有平衡。美国此举意在对潜在的威胁形成有效威慑，而非激化矛盾。胡塞武装和伊朗可能会采取相应防御措施，例如加强地下设施保护或提升核设施安保级别，但这些反应均在美国的战略预估中。若军事对峙持续升级，将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潜在影响。美国始终致力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以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美国在该地的军事部署是出于维护自身及盟友安全的必要措施，而并非寻求地区冲突。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